间是场震撼。从此后，我心里被你填满。狂风中，暴雨里，心心相印。迎着风，迎着雨，笑容灿烂。奔向你，让我们策马奔腾；奔向你，让我们踏遍红尘。奔向你，让我们紧紧相随；奔向你，让我们挥洒青春。这场爱强烈到天崩地裂，这场爱简直是轰轰烈烈。不管他人世间几人能见，我和你共始终，此情不灭。也曾经让你哭，陪你流泪，转眼间你用爱把我包围。为了你，我可以放弃一切；为了你，走天涯，始终不悔。爱强烈到天崩地裂，这场爱简直是轰轰烈烈。不管他人世间几人能见，我和你共始终，此情不灭。永琪，既然对我有诸多不满和怀疑，我也不想再多说什么了。送你们到南阳之后，我们大家就分道扬镳吧。大家快上车吧，万姐妹一定会帮小燕子找回鞭子的。我们先上路。什么叫送到南阳？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看你干的好傻！你想把萧剑逼走吗？你想想看，那天我们在囚车上，如果没有萧剑帮忙，恐怕你们也无法完成劫囚车吧？这一路如果没有他一站一站帮我们安排，帮我们打架拼命，恐怕我们老早就给柯水龙抓走了。他拼命救了晴儿，也把尔康疗伤，他为我们做了那么多事儿，你一点感动都没有，一点感激都没有，你还要赶他走，你是不是太没有风度了？你放心，如果你舍不得他，你去把他留下来，我走就是。你不许吵，不许吵！我们大家谁都不能走。我们十全十美家族已经少了3个人，剩下的人再也不能再分手了。我们要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。我们自己的誓言，自己的歌，你们都忘了吗？尔康说的对，你们2个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可以好好的拆散我们大家庭呢？我们这样风雨同舟，共过这么多的患难，每一个人都是家庭里的一员，许聚不许散，怎么可以轻易的说分手呢？我们连斑点丢了都舍不得。永琪、萧剑和我们是多么深刻的关系，怎么可以一任性就说分手呢？看样子，你们男人比我们女人还小气，心胸豁达一点不好吗？你的意思是说我小气，说我不够豁达是吗？就算看到什么不该看到的事，我也要装聋作哑，是不是？你什么话？什么叫做不该看到？我光明正大的喊，我没有做过一点偷偷摸摸的事儿。要是看不惯的话，你尽管走好了。找，认真查找，不能放过任何地方。是，这边，那边。
给我仔细查找。是。大人，找到全药方。哦，药方。小姐，你给我说清楚，你说到了南阳就要走，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不要我们了吗？你不管我们了吗？我是你徒弟，我连一套辫子都没学全呢，你就准备不管我了？我的意思是，天下无不散之筵席，我们大家总有一天会分开，早分开也好，我还有自己的路要走。你不要给我转文了，你就实话说，你是不是走定了？除非有特殊的原因。如果我拼命留你呢？我拼命留你呢？你们大家呢？要不要也拼命留他？小燕子，你让我真为难，真感动。我萧剑浪迹天涯，四海为家，不愿意自己被任何情感羁绊住。但是，自从认识了你们大家，亲情、友情，就把我绑得牢牢的。和你们大家说再见，我也有许许多多的不舍得。可是，小姐，不要可是了，落地为兄弟，何必骨肉亲？让我们这一群没根没地没家的人，成为真正的兄弟姐妹吧。况且你心里不是已经有了晴儿吗？难道你要把晴儿从我们身边带走吗？晴儿是我从法场带来的，我当然也要带她走。永琪，你怎么说？我带走晴儿，也需要你同意吗？亮出你的底牌来。如果你是朋友，我会用生命来迎接你；如果你是敌人，不要用兄弟的面具。你燕子随便回来了。谢谢你，斑鸠。可是已经没有师傅能教我武功了。What？ 你们还在吵？还没有休兵啊？刚刚李大人已经到四合院去搜查我们了，而且砸坏了白员外那么多伞，我们来不及给白员外一个交代就跑掉了。你们还有心情吵架？这2天我们真是过得精彩啊！抓羊挤羊奶卖油伞，打架逃命，现在不要命，还停在路边吵架。我真服了你们了。还不是那个公子哥！尔康和永琪身上都还带着伤，一车子大大小小，几乎都没有自卫的能力。你这一走，万一他们出了状况，谁来保护？何况，紫薇大病刚刚好，我们赶快回去吧。
我太了解你了，你走得那么潇洒，大步一迈，头也不回。你的感情可没有那么潇洒，其实，你心里是丢不下他们的，对不对？老实说，我无法接受那个阿哥，说不定他是我的天敌。你也不能全怪永琪。其实，永琪有的感觉，我也有。你对小燕子的关心，和时时刻刻对她流露出的不舍，连我也……连你也怎样？感情的事，当事人最敏感。你教小燕子武功，为她的斑点买老婆，只要她有危险，你会奋不顾身。有时，你甚至不避嫌。虽然你说过，你只是把小燕子当妹妹，可是，你对小燕子喜欢的程度已经超乎了我们所有人的想象。你告诉我，你对小燕子到底有没有像你对我这样的感情？我非常非常喜欢小燕子，我的喜欢根本用不着隐藏，我喜欢的坦坦荡荡，不夹杂一丝一毫的男女之情。永琪那样想我，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我的那种感情，早就给了我的萧夫人，给得干干净净，没有任何剩余的部分可以留给别人。连你也这样想，还算是萧夫人吗？什么萧夫人？你再乱说，我就不理你了。有你这几句话，什么误会都会解除的。萧大侠，我们快回去吧。如果我们真的走了，小燕子会哭死，会和永琪绝交，那我们造的孽可就大了。再说，我现在也离不开紫薇和小燕子他们了。这一路，你是我们的支柱。晴儿代表我们那个回忆城的大家族，拼命地挽留你。拜托，萧大侠，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好汉，那就把你所有的别扭一起咽下去吧。你最舍不得的人，也是我最珍惜的人，我只好忍辱负重。走吧。什么？紫薇瞎了？永琪、尔康他们受伤了？大家跟着小燕子在街头卖头油伞，怎么会弄得那么惨呢？你们既然发现了，为什么不让太医给他们治疗呢？还让他们带伤逃走？李大人，你亲眼看见的吗？回皇上，回娘娘，卑职亲眼看见福大人手臂上缠着厚厚的绷带，也亲眼看到五阿哥手腕上缠着绷带，还在那儿推车，和班画师、还珠格格一起沿街叫卖。卑职曾经一再告诉五阿哥和格格，皇上心怀仁厚，不会要他们脑袋的，可是他们仍然顽强抵抗。卑职生怕一个闪失会让他们伤上加伤，不敢穷追猛打。等他们逃走之后，再细细打听，才知道，这些日子他们躲藏在洛阳，遍访洛阳名医，因为紫薇格格瞎了，秦格格不但溺过水，也和福大爷、五阿哥一样受了刀伤。至于金锁姑娘，听说也掉落悬崖，已经香消玉殒了。真不是老早告诉过你们了，要暗访，暗访，暗访是什么意思？你们听不懂吗？发现了踪迹，为什么还要追他们？为什么不派人快马加鞭前来告诉朕呢？现在他们人在哪儿？你们有没有人跟着他们？臣惭愧，又把他们给跟丢了。臣已经派人四面八方追查了。这些日子，他们伤的伤，瞎的瞎，口袋又没钱，想必不会走得太远的。紫薇瞎了，瞎了是什么意思啊？他的眼睛受伤了吗？你再去趟洛阳，
把那些给他们看过病的大夫都传进宫来，正要亲自询问他们到底伤成什么样了。臣遵旨。这是臣在他们住过的四合院里发现的一首诗，不知道是谁写的。皇上要不要过目？还有这一大堆的药方，拿来。这是尔康的字啊。千锤万凿出深山，烈火焚烧若等闲。粉身碎骨浑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。什么千锤万凿、烈火焚烧、粉身碎骨？尔康用了这么强烈的字眼，他们瞎的瞎，死的死，伤的伤，你们到底做了些什么？怎么会把他们逼到这个地步呢？还有这么多的处方，他们受了多少伤？皇上，臣绝对没有对他们用过武啊！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们会伤得如此惨重。还珠格格和臣短兵相接，他口口声声称皇上要对他们杀无赦。不知道皇上派了几路人马在追他们，会不会是其他的追兵下了杀手啊？你现在马上去追查他们的下落，这一次绝对不可以再打草惊蛇了。发现踪迹，就火速回来禀报朕。要是谁再敢动他们一根汗毛，朕马上把他给斩了。快去！臣遵旨。皇上，紫薇眼睛瞎了，尔康大概也已经心碎了。他们真的很惨很惨呢。我阿哥带着伤，还要跑江湖沿街叫卖，连暴露身份都顾不得了。他们真的走投无路了。皇上，您再不救他们，这辈子再想见面可就难了。怎么救他们？现在他们在什么地方，朕都还不知道呢。你还不传符纶吗？他们是父子，父子连心呢。这次追查行动，不要再交给黎大人和秦大人了，交给符纶吧。只有他，才能顾及他们的安全，才舍不得痛下杀手。大人，立刻传符纶福大学士进宫。来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来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来，进来吧。这是我家的跨院，平时也是用来招待客人的，现在正好空着，各位可以随便在这儿居住。就是房子比较简陋，委屈大家了。贺大哥哪儿的话，这种房子对我们而言已经是天堂了，只是这样打扰，我觉得非常不安。嗨，萧剑呐，已经把各位的故事告诉我们了，我们夫妻对各位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，感动的不得了。今天我们家能够接待到你们这样的贵客，那是我们家的光荣，所以啊，就请大家不要客气了。何况萧剑和我们有800之交，萧剑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。这小院跟我们大院是连着的，还算隐蔽，有好几间房呢，应该够你们住的了。一会儿我让丫头把干净的被子给你们送过来，万一有什么动静，你们可以从后面溜走，有我们大院挡在前面。不管怎么说，住在这儿总比住在客栈安全吧，是吧？啊，谢谢二位，不用让丫头服侍我们了。在马车上，我们什么都带的有，自己照顾自己。你们越是忙，我们越是不安。如果你们让我们安心的话，就不要让丫头来服侍我们了。哎呦，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民间格格了。我真有幸能认识你们大家，还有秦格格。萧剑在外面流浪这么多年，也该有个家啦。
萧剑怎么什么都跟你说了呀？哎呀，这可是好事儿啊！萧剑如果能在我们家完成终身大事儿，那可是我们贺家的光荣啊！这个地方真是又安静又舒服，像是个世外桃源。住在这里，总比跑江湖卖艺，有这餐没那餐的日子好多了。小姐，你真是个奇人，全国各地都有生死之交，在我们如此狼狈的时候，还能给我们这样的生活。知心如班之谜，也觉得萧剑比我强。除了那个回忆城，我还有什么价值？连起杨乃都不如萧剑，怪不得小叶子那么崇拜他。今天，我要教你如何近身肉搏。我们现在经常会遇到追兵，你上次被俘虏，居然没有利用自己的鞭子。来，我们来过招。今天是要教我更高深的功夫是吗？近身肉搏，哇，听起来好像很刺激的样子。不过师傅，现在要俘虏我，可没那么容易了。别吹牛了，准备好了吗？我来了。你已经被我俘虏了，可是你手上有条鞭子，要怎么用呢？你可以用鞭子攻击我的腿，用鞭子把打我的头。来吧，拿出你所有功夫，拜托我。师傅，这不公平！你这样扛着我，我根本就使不上力。我就是要训练你，被扛着也好，被背着也好，被抱着也好，都要使出力来。如果打不到我的腿，就用鞭子勒我的脖子，使出盘蛇功来。啊，还有什么盘蛇功？那我盘到你脖子怎么办？试试看啊！别说断气了，盘到我脖子，算你赢。回鞭，打我脑袋，要有风起云涌、雷电交加的速度和力量。风起云涌，雷电交加。好啊，我要是把你打伤了，你可不要生气。你先试试如何挣脱我的手腕吧，别只会说大话。回鞭。你们看到了吧？是不是这个萧某人居心不良？他已经3番2次这样跟小燕子不避前的亲密接触。你们每个人还说我没有风度，不够大度。这件事情该如何解释呢？永琪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我在练功夫，你快闪开一点！我们在近身肉搏，你看我被俘虏了，你看我怎么挣脱他！风起云涌，雷电交加，还有盘蛇功。什么叫近身肉搏？什么叫被俘虏？有这样教功夫的吗？萧剑，你还不把小燕子放开？功夫还没学完，怎么能放开呢？上次小燕子被俘虏，那个黑衣人把她放开了吗？我数到3，如果你再不防守，我就……永琪，永琪，糟糕，划破皮了！你们两个是怎么回事？小燕子、萧剑，你们都过来！有什么误会，大家打开天窗说亮话，一次解决。我打到永琪了，永琪，我打到你了！你怎么那么傻？你追着我做什么呀？我不是让你走开吗？你明知道好危险，你跑过来做什么？你知道什么是危险吗？这条鞭子是危险，那个萧剑是危险。这条鞭子是祸水，是灾难。我要烧了它，
毁了他！永琪，你千万不可以，冷静下来。永琪，你看，我是不小心伤到了你，你就要毁了他。哎，你到底哪里跟我过不去啊？伤到你，我对不起嘛。可是我全心在练功夫啊，你自己冲到我鞭子底下来的，我又不是故意的。快把鞭子还给我！永琪，你要是对我不满，就冲我来，别伤了小燕子的心。小燕子的心，轮得到你来管吗？你这样种种行为，你就不怕伤了晴儿的心吗？想用一条鞭子就去糊弄天真的小燕子，就想占尽小燕子的便宜。我永琪不是那么没有用。既然你不懂得君子的道理，也不懂得避嫌，我就毁了这条鞭子。看你以后还拿什么当借口来教小燕子练鞭子？不可以 ！No！ 烫死我了！没事。水，快拿水来！班杰明，哪你这么笨的人呀？怎么能用手伸进火堆呢？找个棍子什么的都行啊。丢了还不记得哪回要找棍子？我，别！我们这帮人还像正常人吗？吃醋的像疯子，老实的像傻瓜。这场闹剧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？永琪，你够狠是吗？我不会原谅你的，我恨死你了！你们听我说句话。永琪，你别再发疯了。小燕子，她是我的亲生妹妹。我实在太害怕她被俘虏，才教她逃生办法的。小姐，你说什么呀？小燕子，你是我同父同母的妹妹。你到底在说什么呀？19年来，我这个哥哥从来没有照顾过你，让你的生活里充满苦难和挣扎。我很惭愧。小姐，我们都在等着那个大震撼，你快说吧。今天要说的是，本来很可能是一个永久的秘密。这些日子以来，我一直在要不要认小燕子的矛盾之中。如果没有永琪的护将蛮缠，班杰明的赴汤蹈火，我大概会带着晴儿和这个秘密与大家珍重再见，让这个谜底永远不被揭穿。我不相信，我明明是一个孤儿，我没有爹没有娘，我怎么会突然出来一个哥哥呢？你还记得白云观吗？白云观，那是什么呀？你小时候有没有被一个尼姑庵收养？是，我是被尼姑庵收养过。那个就是白云观吗？收养你的尼姑叫什么名字还记得吗？静慧师太。对，就是静慧师太。没错了，你就是我的亲生妹妹，记住，
以后不要再说我们没有姓，我们姓萧。你的名字叫做萧云，我的名字叫做萧峰，就是风起云涌里面的2个字。可是你不是叫萧剑吗？我的萧剑和你的小燕子一样，都不是真的。记得第一次在秀水城和你相见，我就告诉过你，你姓萧，我姓萧，我们大概是本家。我明白了，原来当时在秀水城，你是有意来接近我们。当时你就知道小燕子可能是你的妹妹，你是在寻找妹妹。不错，正是这样。事实上，我踏遍大江南北，就是为了寻找妹妹。萧剑，你赶快从头开始说起吧，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呢？其实，我的故事很简单。我们萧家，在浙江是大户人家，世居杭州。19年前，父亲被仇家追杀，生怕我和妹妹难逃魔掌。仓促之间，把我交给家仆带到云南，交给我的堂叔抚养。我那6个月大的妹妹，就交给姓姜的奶娘抱向北京，交给北京的一个世伯。谁知，在路上，奶娘生病倒在一个尼姑庵的门口，妹妹和奶娘就被尼姑庵收留了。奶娘病好，自己逃回了杭州，居然不管我妹妹。几年前，我找到了那个奶娘，然后又找到了抚养妹妹的晋惠师太。据她告诉我，她把妹妹抚养到7岁。有一天，她独自一个人溜出门，就再也没有踪迹了。那接下来呢？我比小燕子更早在龙县遇上你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追踪小燕子的？是。晋惠师太告诉我，妹妹非常调皮捣蛋，从小就状况不断，经常溜出去玩，不爱念书。自从失踪，就再也没有见过妹妹。直到有一天，她在北京城遇到皇上祭天，看到《还珠格格》在游行，觉得小燕子浓眉大眼，宛如就是当年的小云。那我们的爹娘呢？他们被仇家追杀，他们被仇人杀死了吗？我们的爹被杀了，我们的娘殉情了。是什么深仇大恨，要杀了我们的爹，逼死我们的娘？这太可恶了！你找到我们的仇人了吗？你替我们的爹娘报仇了吗？我们的仇人是谁？叫什么名字？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上吉祥。起来吧。谢万岁。上。老佛爷，皇帝，是不是又有永琪和晴儿的消息了？老佛爷，既然皇后也在慈宁宫，那朕就省事多了。朕今天有个很重要的问题，想要请教老佛爷和皇后，希望你们能够诚实的答复朕。是，臣妾一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这么多年的母子关系，还有什么事情我会隐瞒皇帝呢？那倒是，朕从来不曾怀疑老佛爷会对朕有些许的隐瞒，但就是不知道老佛爷身边是不是有人阳奉阴违，破坏了老佛爷的慈悲心，扰乱了老佛爷的判断力，甚至想要一手遮天，铲除异己。皇帝说这些是什么意思？怎么我听得一头雾水？是不是我身边有人出了什么差错？小路子，把人带上来。上。来人。皇上，参见皇上。怎么又把紫薇丫头的舅公舅婆找来了？我看见他们就生气。皇帝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
怎么回事？蒲公公，你应该比谁都清楚吧？听说你的老家正在大兴土木啊，又是盖房子修花园，又买了千顷良田，你好大的手笔。至于紫薇的舅公舅婆，居然跟你不约而同的买了房子土地，你们同时发了财了，啊！现在舅公舅婆把什么都招了。皇上，奴才该死，皇上，请开恩。蒲公公啊，你是老佛爷身边的人，在皇宫里面40年了，连朕看到你都要尊重你3分。结果你居然唆使紫薇的舅公舅婆做伪证，你害惨了朕心爱的紫薇，让她有苦说不出，也让老佛爷对她误会重重。你把紫薇推上了断头台，让朕变成了一个不仁不义、荒谬绝情的父亲和昏君，更把老佛爷陷于不慈不爱、不明是非的境地。你罪该万死！伪证？你们上次说的全是假的？你们几个在老佛爷面前再说一遍，是谁指使你们做了伪证？是谁让你们陷害紫薇的？是蒲公公，他到了山东，先找了李婆婆，之后又找到我们夫妻俩，给了我们很多钱，要我们照他的话，对老佛爷和皇上交代。小民一生也没看到这么多银子，一时糊涂就听命蒲公公的指示。蒲公公还说，要是我们不听，我们全家都有生命危险，我们害怕呀，皇上饶命，皇上饶命啊！皇上饶命啊！皇上，他是壬戌年8月2号出生的，沙僧，我说话了，皇上饶命啊！我都做了什么呀？冤枉了紫薇，逼走了尔康，逼走了永琪。听说他们下的下，伤的伤。这些孩子，他们现在流落在何方啊？仇人是谁？叫什么名字？我在大理被一位高僧收为徒弟，他除了教我武功，还教我如何化解心中的仇恨。师父说，人间最大的美德是饶恕。我学成以后，找妹妹是第一要件。至于那个仇人，一直不是我生命里的主题。那你现在已经找到我了，我们可以联手为我们父母报仇了。我一直觉得，寻找你是一件远比报仇更重要的事。找到了你，我最在意的还是你。你是不是快乐？是不是幸福？这是我最关心的事。你从小没有家，没有父母，没有享受到一点亲情，我很想弥补你。所以，我要带你去大理，那儿山明水秀，真的是一个很美丽、很美丽的地方。我希望，你可以在以后的人生，过一段没有风浪的日子。这么说，我不是孤儿了。这么说，我有一个哥哥了。我姓萧，我有姓，我叫萧云，我有名字。好奇怪啊！我做了那么多年的孤儿，我居然有一个哥哥。小姐，你确定我真的是你妹妹吗？你武功那么好，我却那么烂。你会做事，我碰到事我就完蛋，怎么会那么不孝呢？你确定我真的是你的妹妹？如果你真的被晋惠师太收养过，那就没有错。
那么说，你真的是我哥哥？我想，我确实是。我有一个哥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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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有一个哥哥！紫薇，你听见了吗？我有一个哥哥了，我有一个哥哥了！我哥哥好了不起，他又会武功又会做事。我有一个哥哥了，我有哥哥了，我有哥哥了！我哥哥居然是萧剑，萧剑居然是我哥哥！天哪，怎么会有这样好的事情？晴儿，那这么说你就是我嫂嫂了？什么嫂嫂？小燕子，你不要乱说话。小姐，我终于知道老天为什么会让我糊里糊涂的进了皇宫，因为我要帮你找到晴儿。是，你好厉害，不但帮我找到了晴儿，帮紫薇找到了尔康，还帮自己找到了勇气，帮我们大家找到了西洋朋友班杰明，真是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。你为什么不早说呢？你为什么还要离开我？还要我拼命的去留你？我怎能早说呀？我追踪你们的时候，小燕子已经成了《还珠格格》，那个流落在白云观的小孤儿，怎么会成了格格？我无法肯定，满肚子怀疑，只能跟着你们，一点一滴的追寻真相。追到后来，我肯定了，也和你们大家成为知己，慢慢觉得大家都是兄弟姐妹，认与不认都不重要，只是爱护小燕子却是不由自主的事。但是我被永琪气坏了，他乱吃肥醋。你说啊，你为什么不说呢？不过我有一句话还是说对了，你有底牌，只是这张底牌太出乎我的意料。现在我全都明白了，原来萧剑和小燕子有很多相像的地方。萧剑风趣幽默，小燕子嘻嘻哈哈；萧剑不受拘束，小燕子大而化之。两人同样嫉恶如仇，爱好武功。至于文学，如果有一天小燕子变成了文学家，那我也不会感到奇怪。怪不得萧剑这一路对小燕子那么重视，那么宠爱和那么周到，原来是这样。小燕子，你有这样的哥哥，你真幸福。你怎么这么沉得住气？这么久了，居然咬死这个秘密。如果不是今天这场莫名其妙的烧鞭子，你还预备要藏多久啊？藏一辈子。为什么？落地为兄弟，何必骨肉亲？只要小燕子幸福，我就没有遗憾了。说的也是。萧剑，太多的误会，请看在情非得已的份上，多多包涵。我还是要告诉你，如果有一天你对不起小燕子，我会把她带走。萧剑，你现在说的这两句是我班级们的专利了，你最好换换台词。永琪，如果对小燕子不好，我第一个带小燕子走，不是你这个哥哥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们两面夹攻，我一定会牢牢拴紧小燕子，不让你们任何一个人把小燕子带走。你害斑鸠受伤了，还害我鞭子差点没命，我才不要理你呢，谁让你拴紧了？蒲公公，你好大的胆子啊！如果朕没有再派人去找出紫薇的舅公舅婆，那紫薇岂不是要蒙冤一辈子了？是谁在你背后撑的腰？朕大概心里也有谱了。皇后，朕问你，自从永琪和小燕子出走之后，你有没有派人去追杀他们？有没有对他们痛下杀手？还假传圣旨，说朕要杀无赦。皇上，
是谁又跟您打小报告，冤枉臣妾？臣妾每天在深宫之中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就算要派人手，也派不出啊！这是绝对没有的事。不信，你问容嬷嬷。皇上圣明，娘娘在宫里，因为是东宫之首，难免树敌，只怕有人造谣生事。皇上千万不要中计啊！娘娘和老佛爷虔诚礼佛，每天心香一束，在佛堂里念经。我们只到慈宁宫给老佛爷请安，从来连门都不出，觉得没有派人出宫的事。相爱是为了彼此守护，不该让你我憔悴。我知道我并不高贵，但是我绝不卑微。聚散变成选择题，为何我们必须面对？东西南北人儿何处归？如果你一去不回，我也会潇洒